Hello， 大家好，我是说装修的小李哥。小李哥在制作这一集影片过程当中，恰好遇到了台湾花莲发生瑞士规模 7.4 的强震。在这样规模的强震之下，这一次台湾的灾情算是十分的可控。小李哥呢，也算是后921时代学装修的台湾师傅。在经过921地震惨重的伤害之后，台湾的建筑从业人员普遍的都对防震有一定的概念。面对相关的建筑法规和要求，我们都十分严谨的遵守。谢谢各位优秀的台湾师傅，经过这20年来的努力，让台湾的建筑更安全了。也希望呢，在这次地震当中受灾的同胞，可以早日的脱离伤痛，回归正常生活。God bless Taiwan。这一集的影片，小李哥分成2个部分。第一段的影片，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这次的机会非常的难得啊。这个屋主大哥4年前委托小李哥装修地下室，经过这4年的出租使用，我们来看看现在的样子和4年前有什么不同。第二段的影片，我们来聊聊在现代的资讯社会中，一位优秀的蓝领师傅必须具备哪些条件。这段影片的部分片段，小李哥使用了车上的固定式摄影机，记录了整个上班途中的风景。如果有没有来过加拿大的朋友，也可以跟着小李哥一路去上班，一边听着小李哥说装修哦。喜欢房屋装修相关主题的朋友，请您订阅我并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任何的精彩影片更新哦。好，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嗨，大家好，今天天气也非常好哦。今天小李哥很开心，我们来到一个4年前我们的客人。那这4年前呢，我们帮他做了厨房还有隔断。那他现在呢，因为他的房子就要卖出去了，这房子住了4年，也出租了4年。那4年前我们帮他做了一些地下室的隔断，就是把墙呢隔出来一个出租单位。我们帮他做了一个这样隔断，我们帮他做了一个新的卧房出来，我们的 closet。那因为房子要出售了，所以新的屋主不需要这个空间，新的屋主想要恢复成原来的功能，原来的功能它就是一间 living room。那我们要把这个隔墙来帮它拆掉。好，这套厨具还有这个洗衣房，这4年前小李哥帮屋主把这个加出来的。4年来其实是一起租给 UBC 的学生，那所以他一直在使用状态中。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厨房。我觉得状态保持得非常好。当初2020年这个房子它本身也是建商做好交房的，所以呢，这等于是一个全新的屋子。那我们来做这个地下室改造。来，同样是4年的柜子。来，这个不是我们做的，这个当初在交房的时候这里也有调频，但是经过这4年的使用呢，我们看这柜子的品质，上面的缝变小了，各位有没有注意？下面缝是大的。然后你看这边也是不平的，经过4年的使用，它会渐渐的松脱，然后往外滑脱，就会造成门往左侧倾斜。但是呢，大家来看我们的柜子做出来的，因为这种机会很难得哦。你看4年过后了，基本上它缝是平直的，我们这缝都还是平直的，这个缝都是平直的，这缝都是平直的。然后再来看这个打着胶啊，没有任何的硅胶，它是可以100%防霉的。那我们用的硅胶是比较防霉的硅胶，所以呢，发霉的范围呢其实很有限。那这里只要不容易积水，它就比较不容易发霉。所以有些时候呢，这个硅胶会不会发霉，跟台面平不平是有关系的。对，我们对比一下，没有对比没有伤害啊。那我们来对比一下，建商交给他的浴室，首先这个铝线。这个铝线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不一条把它做到底，这个铝线居然是断开的。然后硅胶这里我们对比一下，就是不知道哪一个 handyman 做的硅胶，你看一拉就起来了。来，我们看小李哥打的硅胶，这小李哥打的硅胶，这就是为什么4年下来厨房能够维持新的很重要的原因。光是硅胶这里有极大的差异。我们还做了这个隔断。那这个隔断我们也可以看一个细节来，这个门框
这个门框呢是原来的厕所嘛，小李哥说过，这厕所是原来的门框到这边已经裂开了，但是同样的4年，这是小李哥做的边框，硅胶，依旧是非常完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把这面墙、这个墙、这个柜子，我们把它拆除，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机会，带大家来看看，到底我们用心做的东西，经过4年的使用，会跟一般的师傅有什么样的差异？今天有一点时间来跟大家聊一聊。其实呢，我也没有预设今天要聊些什么主题。总之呢，就是聊一聊最近的一些想法。最近呢，公司计划在找一批的新人。每次呢，我们装修公司在找新人的时候，我都会有许多的感慨。主要呢，是我们华人对于这个蓝领阶级尤其是做建筑相关行业的，总是会有些偏见。这我想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工人就是在工地然后穿着汗衫，穿着短裤，然后呢挥汗如雨的在那边打地。有时候工作的时候呢，还会喝点威士忌，平常呢爱喝酒、吃槟榔、抽香烟这之类的。那前几天呢，有一位来我们公司应聘的新人跟我说，为什么小李哥的公司找新人都还要经过寄履历、走面试这种程序，然后之后还要经过试工训练期才能再正式任用？不是只要不怕脏、肯干活，这样就能当工人吗？其实呢，我从事装修行业多年下来我的感觉还真不是这样子。我还记得10多年前，当时在台湾我们流行帮很多的行业正名，所以以后我们不要再叫护士，我们要叫护理师。那还有一些从事殡葬的业者我们要叫礼仪师，这样等等。我还记得在小时候我们社会上就3种师，就是医师、律师、会计师。但是现在社会上的师实在太多了，而且呢，不只有口头叫，这些师甚至都会有证有牌，而且都是国家考试通过的。那为什么要叫做师呢？就是因为呢，我们在做任何一个行业，如果我们想要把它做好都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事。比如说呢，我们刚刚讲到礼仪师，做殡葬这一行他们可不是只要帮助逝者入土为安在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各地的殡葬习俗也都不会一样。那这些习俗呢，也都扮演着帮助生者如斯、稳定社会的功能。除了整个殡葬的流程还有一些法律文件的处理，甚至有时候呢，对人死后的一些大体处理做殡葬业者都要有一些理解。所以这些有很多生理方面的问题他们都要懂。那仔细的说来我们这个建筑相关行业也还真是一个人命关天的行业。大家可以想想如果我们按照伤亡程度这个东西来讲，你看俄乌战争打得乱七八糟，它平均一天的阵亡人数多少？这个我还真有看过。我看过如果他一天的阵亡人数超过200人今天就算是一场非常大的战役，就很多了。但是如果我们看如果一个大楼它在地震当中因为设计不良或偷工减料倒了，那这一次的受灾人数可能就不止200人了。那当然啦，战争是一个持续性的人祸，我们不能这样拿来对比。但是我们就一般的老百姓来说战争我们是可以事先知道的我们还有可能有机会可以逃难。但是一个房子有问题等我们要知道的时候，我们多半都是已经在天堂，或是正在前往天堂的路上。所以呢，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建筑管理的工作还真的不只是人命关天，这个对一个国家来讲其实应该是一个国安层次的问题。我们再说回来，技术工人，一个国家要强大如果只靠设计师画设计图是不够的，每一张的设计图都必须要有很精准的加工，这样就必须要有兢兢业业的这些技术工人做出精准的加工，才能把设计师设计的东西做出来。我甚至反过来讲这件事哪怕没有这些设计图，我相信一个熟练的工人还是可以把一样东西做到一个可以用的阶段。但是呢，如果一个设计师只会画设计图，没有人去帮他去执行，他是什么都做不出来的。社会就是这样的金字塔结构，一个社会永远是劳动阶层来支撑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当然啦，我不是要造成一些阶级的矛盾
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这是一个不论在任何国家都不会改变的事实。对一个装修师傅来说，我们都知道技术这件事情十分的重要。但是所谓的技术到底指的是什么？技术我认为指的是2方面的东西。第一方面呢就是技，第二方面就是术。所谓的技呢，就是指我们所说的做工的手艺，这当然包括呢做工的熟练度，还有做工的精细度。那什么是术呢？术就是做工的方法。所谓的方法呢，就是包括对理论以及法规的了解。我们用比较白话来说呢，就是如何用安全和合法的施工方法来满足客人的需求。就像前一段的影片我们介绍到的例子，小李哥去帮客人拆墙嘛。其实在拆这片隔墙的时候我还蛮高兴的。为什么呢？因为这4年前这片隔墙就是我自己做的。那经过这4年，房子原来的结构，也就是建商在做的一些东西，它已经产生了一些裂痕。这表示呢，我做的东西呢是相对的坚固的。我们如果只考虑坚固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只要多打几根螺丝就能做到坚固了。但是如果你要再去考虑到未来有可能会拆除，那我们木头该要怎么去结合，怎么样用比较少的钉接，也就是说呢，我们利用材料彼此之间的借力来达到足够的强度。那这么说来，作为一个装修工人还需要懂房屋结构吗？其实当然要懂啊。哪怕你只要隔一面墙你都要取舍多方的需求。这就是我认为为什么所有的师傅都必须要去具备那个术。第一呢，你要遵守法规；第二呢，你要达到安全；第三呢，你要满足客户的需求；第四呢，你还要符合经济性。如果你有着那无限的资源其实我认为要盖一个摩天大楼并不太难。只要没有预算的上限，任何繁浩的工程那都不是太难。你看就算在古代这么有限制的科技之下，人类还能盖出金字塔，还能盖出万里长城，还能盖出那些到现在我们还能看到的一些巨石建筑。难就是难在什么？就是在现代几乎没有任何一样工程可以这样的不计成本，可以这么样不考虑预算的上限。如何在一个有限制的情况之下做出令人满意的结果？那我们就必须在各个方面的条件之下去做出相对应的妥协。这个永远是一个工程最难的 part。 这样来说你还会认为知识的养成真的对一个技术工人来讲一点都不重要吗？其实做我们这一行不只要会念书，还要思考灵活，不能读死书。装修这一行的人才培养最难的是什么？就是呢，我们不仅要体力好，还要在每天的劳动当中完成大脑的升级。所以呢，在求职的时候小李哥要求写一份履历，这只是一个正式表述自己最基本的资讯整合能力。也就是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技术工人这是最基本的能力。温哥华有很多装修公司不只不要求新人投履历，甚至呢电话通知一下明天就上班，薪水呢日结给现金。重点其实不在那个日结给现金，重点是这中间连报税的程序都没有。这个还真是一个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在公开的影片当中说。不过这真的就是我们这一行大家所公知的，也不能算是秘密，就是我们的潜规则吧。但是找人如果这么不严谨，我觉得这样很不行如果小李哥今天找人这么不严谨，那您真的有办法能够放心把工地的钥匙，也就是您家的钥匙交给小李哥吗？原谅小李哥讲一句实话，在加拿大黑工很多。什么叫黑工？就是根本不是拿着合法的身份在这里的非法劳动力。如果呢工地都是这种没有身份的工人，这细思极恐我们要相信人是没有错啦，但是呢客人要把信赖交到我们手上，我们就有责任把它做好嘛。我们要找一个新的装修员工，应该要比一般的行业更谨慎。比如说你看你一个文职的工作，你不太可能在办公室电脑打一打然后就起火了吧。但是呢我们在工地操作，这个火灾的风险就很难说了。当然呢我们都会投保工地意外险，但是呢如果当真的发生任何工地意外的时候，保险公司也会跟公司调查现场员工的身份在加拿大这边就是这样有时候他会问，有时候他不会问。但是如果他一旦问的时候你没有，那就完蛋了。
然后再来呢，就是如果员工在工地受伤了，这公司是要负责任的。所以呢，员工的安全这一块，公司也要帮他投保。这就是所谓的 WCB 工伤保险。如果一个连员工在工地工作的安全都不能被保障的公司，这样的公司有可能吸引到高阶的人力吗？那不可能吧。那没有高阶的人力，又怎么能做出好的工程品质？我今天讲这个就有感而发啦，因为最近公司在找新同事嘛。小李哥想对所有想进入这一行的朋友说，哪怕你只是兼职，只是做一个帮工，你都要正正规规的把自己视为一个高阶的人力，然后重新去看待装修这个行业。在面试之后呢，一个新同事入职前，我们还经过试工，然后还有入职之后的训练，这也是不可少的流程啊。小李哥自己有一个小小的希望，就我希望自己的团队里面的师傅，不只动手能力要好，做事的方法也要足够的正确，理论的知识也要充足，对法规呢一定要能够了然于胸。这件事情对我来讲非常的重要。那我也希望呢，所有的装修业内人都能重视这个理论知识的提升。除了鼓励员工呢去技职的 college 在职进修，就像 BCIT 啊，就是很好的学校，它都有提供一些在职的半时间课程可以报名。那你也可以接受一些合格的装修公司的学徒培训计划。那未来呢，可以取得正式的执照。这个 license 呢，是国家给我们的一个认证。当然啦，每个国家考 license 主要考的都是法规。有了这个 license 呢，就代表这个师傅对法规有一定程度的清晰和了解。那法规的定义就两个目的嘛，第一个是安全性，第二就是标准化。安全性呢，白话讲就是这个房子盖出来会不会是豆腐渣工程。那什么是标准化？标准化呢，就是统一大家的施工方法。在我们华人世界我们都讲求师傅要手艺，但是呢，每个人手法如果都不一样，那房子不是盖了千奇百怪吗？那你未来要怎么样维修呢？你维修成本不会变得很高吗？我们看现存的北京故宫大多是一个样式雷家族设计成造的。这个样式雷家族之所以能够垄断皇家园林200多年，就是手艺好到没有人能替代。但是呢，如果我们以现代工业化的观点来说，这个可不是一件好事。这会无限的放大维修成本和改造的成本。我相信大家都不是爱新觉罗啦，我们还是要考虑性价比和未来性。这个标准化就是因此而诞生的。如果施工呢都能按照一定的标准，那之后呢，不论维修也好，还是重新装修，就算你要拆除，它也会有一个依循的法则。这不只能让施工高效，还能减少施工的意外，一举多得。最后呢，在观念上大家都来到加拿大了，就算你没有来到加拿大，今天呢你也看了小李哥的节目了，希望大家可以重新再思考一下，你是不是希望呢你房子的装修水平呢能一次比一次的高？所以呢，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用一个师的观念来去看待装修工人这个群体，并且呢，你要鼓励你的孩子，你可以告诉你孩子如果你对装修有兴趣，他可以先去念专业的职校，在这个学校里面培养自己相对应的专业能力，让自己的专业知识呢，还有整合信息的能力向上提升。毕竟现在材料日新月异嘛，未来进入了职场，他每天要面对的学习也不会比学校少。再来呢，实作方面要给自己个几年，进到工地里好好去实习。当然最后呢，至少要找一样自己喜欢的专业，通过国家考试取得 license。看完今天的影片，您知道一位好的装修师傅需要具备哪些条件了吗？如果您正准备踏入装修这一行，希望您能成为一位手艺和知识兼具的装修师。如果呢，您正在打算找一个装修师傅改造您家的房子，也希望透过今天的影片可以帮助到您找到一位真正的好师傅。如果您对今天的影片内容有任何的看法以及想法，欢迎您在下方留言和大家分享哦。最后祝您平安喜乐，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喽，拜拜。